是，就没有，是不是在飞机上了？等一下我们要面对来自国内的各个媒体。等一下的话，我们的工作是项目是什么？就是去关心他们，看看他们，问他们有什么需要协助帮忙的地方。那如果说，比方说，他说，哎，对不起，学长，我忘了带拖鞋，我们就下飞机之后帮他准备一双拖鞋。对。我说啊，对不起，我忘了带那个转接的插头，哦，这边有插头。插头主管都有帮忙处理。都有处理了。对。啊，对不起，我忘了带面膜。我说哦，这边刚好有面膜这样。面膜可能要跟同业借，我可能要处理到面膜，所以我们等一下其实是去问候的意思。对，就跟他们打声招呼。您是第2次出访？对，第2次。所以每一次都会有这样。对，就是在飞机上，因为飞行时间比较久，然后来看看他们需要帮忙的地方，这样子。我就跟着您了。没问题，没问题。总统阁下、各位长官以及各位贵宾，这是机长广播。目前在专机的左侧有4架 F-16战机慢慢接近中。中华民国空军正护送总统出国，并向3军统帅致敬。其实我觉得，我也是第一次，就是说询问别人你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啊，也很少遇到摄影机在回问我们，哎，你觉得怎么样？对，没错，对，这有一点紧张，有点惊讶，有点大阵仗，对，所以这2天其实我们就是站在服务的角度，没错，看他们什么需要协助帮忙的地方。是，那比方说有些地方像是总统跟死亡会面，可能我们不能去，我们要提早离开吗？还是我们要在旁边 stand by？基本上我们就是会请官方摄影拍，然后相片跟拍完之后的影片都提供给他们。哦，对，就是由官方拍摄这样。但是我们还是要协助说，我们刚刚的拍摄，对，这会提早跟他们沟通，说媒体规划说哪几个点由官方摄影拍，然后哪几个点他们可以去拍。但是再交给他们。对，那我就一直跟着你。没问题。等一下就麻烦您了，没问题，好不好？小爸爸，这是我们华航总经理才随团陪行。这是我们台哥。不，我不能讲说我从小就开始。
现在我们是在这个斯瓦蒂尼的王家饭店，那等一下就会跟总理签署很多这个合作的备忘录，有关于当地妇女的这个小额资助，然后创业的一个计划的贷款。很多斯瓦蒂尼的老师可以到台湾去教英文。那另外等一下可能国王也有机会会来到现场，等下总统就要来签。对，就是两国元首斯瓦蒂尼的国王跟蔡总统要一起见证两国的官方签署一些 MOU 备忘录之类的，就今天的重头戏。对啊，事先我们有来踩线，有来场看过整个流程啊、动线，然后媒体区的规划，然后怎样的安排，都先走过一次这样子，然后一些细节回去再做讨论这样。太厉害了。他规定女生都要穿裙子见国王，不能穿长裤，不可以这样子。那个总统就只有总统跟做官可以穿裤子，要特别允许，就是他们先报备。对，然后不然就是你穿裤子要绑一块布，他们红色身上的那种布，表示尊敬。对。我们5年前来的时候，因为总统也是裤装，所以他还是有帮总统绑了一块那个布在身上。他没有给我们那个注意事项，就是身上不可以有羽毛，红色的羽毛。在媒体一车的时候，我就照顾他们，放小点心。有确定有照顾，放好小点心有。好，这次新闻的露出多不多就看你有没有好好照顾他们。这边结束之后要去乔宴。各位贵宾，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欢迎蔡总统莅临会场。要表演。蔡英文执政8年来，每一年国庆，中华民国没有不见了，反而是直升机悬挂的国旗越来越大面了，而是更多了台湾新锐的设计美学。要请教一下，因为大家有看到说这个木曜他们也有参加这一次访团，那他们主要是有什么特别的目的吗？然后这一次他们的整个经费啊，我想很多人是透过台哥跟木曜团队
来认识各行各业。那过去也曾经跟总统府一起拍摄一日宪兵的系列。那这一次的企划，总统幕僚系列，其实是从今年初，总统府就有跟幕僚团队开始讨论构思，大概是从今年520开始启动。所以我常常讲说，他们从一日系列变成1年系列。那这次有机会，跟着出访，一起来拍摄，我想不只是能够让这个很多的观众朋友更能够了解第一线外交团队的辛苦。当然，媒体朋友们在这边也可以透过他们的镜头，让更多的观众了解各位工作的辛苦。那相关的费用呢，都是由幕僚团队自己支出的。大家也看到，他们跟大家付一样的钱，房间住一样的，甚至飞机的舱等也是做一样的。大家可能也很难想象，以在这个演艺圈算是资深大哥级的台哥，也是做经济舱，我相信大家都知道。做好什么事情呢？就在私底下的时候，要尽量替我们国家呢做好这个国民外交 ，OK。然后尽量的，有些时候碰到当地的民众，要用很热情的态度去跟他们互动，让他们知道我们是来自一个很快乐、很热情、很有人情味的一个地方。Welcome to Taiwan。阿宏学长，今天的这个场面浩大，对，在体育场，对不对？这算是这个斯瓦蒂尼很重要的一天。没错，就是他们的国庆日。对，不仅是国庆日，同时也是国王55岁的生日。对，就是双55的庆典，对不对？对。所以我们今天在这个地方庆祝，等下国王也会来。对，他国王等下就会到，国王跟总统都会到，还有王母。王母，对，国王的妈妈也会到，对，也会来。而且它这个上面呢还有世界各国的国旗，对，中华民国国旗就是其中的一面。太棒了，那边。那我们等一下呢，有什么样的工作要来做吗？等一下就是我们目前就是在媒体区先让媒体先休息，因为我们要提早就位。对。然后之后呢，我们会把媒体带到那个体育场中间的媒体拍摄区，让他们拍两国元首的致辞。等一下我们就要负责这个。对，太棒了，太棒了。对，然后拍完致辞之后，两国元首之后再让拍一段表演之后，我们就会离开回新闻中心，让他们先发稿。对，先发稿。我们等于在中午之前就要把这个稿子先发出去，就对了。大概中午左右就要发出去了。对。也可以让国人看一下，我们这次总统特别来参加这样的盛典。对。同时呢，跟这个两国递交了这个更好的合作的方向。这我觉得我们的新闻媒体工作人员昨天晚上都工作到很晚。没错，非常晚。我昨天到12点，当地时间10点多我就不行。就好好休息了。年事已高，没有，还很年轻，对。我向新闻人员呢致敬，谢谢你们，很辛苦。
真的是想不到，在史瓦蒂尼居然还有老学生。老学生真的是我们木曜的好朋友。赢了。会不会很奇怪？哦，有。他们工作人员都有穿，都有，对。可以观察他们工作人员的这个上面都是带那个国王的脸，对，我觉得很酷啊，很像我们就是把脸印在 T 恤上面。哎，对，那种感觉不错。我刚刚有问清楚然后我现在稍微知道了一下史瓦蒂尼他们的历史。觉得亮点是什么？就亮点就是说，他们其实在政治、经济、文化上面都是属于非洲上面很稳定的国家，算是。然后他们的国王呢是世袭嘛，对啊。可是因为他们要有这个国王之前，要先选王母，对，王母才能再从他的所生的孩子当中再选一个最年轻的当国王。对，所以会选他，就是因为他最年轻，他当时是最年轻。我觉得我们刚才在看演唱会，很像，等下可能国王要登台演唱会。因为像我们的国庆就比较严肃，对一点，然后他们就是很欢乐但他们是很 happy，对，然后包含他们的官员啊，做的都很轻松，很 easy， 那边其实蛮不错的，而且我们在还蛮前面的。我们是第3个。先回那个新闻中心，先吃个简单午餐，然后我们去石井医院看一下之前总统在5年前还是建设中的医院全部听简报，然后现在已经盖好，已经开始启用，再去看一下现在状况怎么样。你刚才走过来，你有没有觉得这个医院看起来就是台湾改的，就是风格非常台湾，对，里面也都非常台湾。对，我们其实给他们最多的帮助，大概就是医疗。我觉得这很重要。我觉得如果说我们能够给我们的友邦出钱出力，让他们的生活变好，然后他们的医疗变好，我们能够善尽一份我们这个身为朋友的责任，我觉得这蛮棒的。上次去瓜地马拉也是去看他们的医院，然后医院也是我们盖的，对，改善他们的医疗环境。对啊，然后其实我们也派驻了好像很多那个医疗的技术人员，对，那个主要是北医的，对，北医的团队啊。之前我就有看一些报道，就是有很多史瓦蒂尼学生来台湾学医，他们蛮多人是来读医学院，很不错哎。等下我们总统会来，对，总统会来，然后他会去参观整个大楼。但因为今天蛮刚好，就是今天是他们的国定假，对，所以今天医院是没有开的，刚刚好，对，刚刚好就很适合参观。
这是真的很感谢北医啊，政府然后合作做这样的一个 medical care， 我觉得很棒。其实台湾的医院都有，是我们叫1国1中心，政府就医疗外交嘛。那我们是运气好，刚好很早期就负责斯瓦蒂，现在是我们非洲唯一的邦交国。是。不过您是坐专机来嘛？对。看要不要专程来一趟？我们安排你做个1日志工。我们怎么能再坐专机了？我有看到很多斯瓦蒂尼的学生也到北医去就读，他们是去一所大学国际的学程，对，然后学程完了之后呢，我们再来帮他们做进入医院前的这个衔接教育啊。因为斯瓦蒂尼没有医学院 ，OK， 所以早期他们的医生都是非洲各个国家有执照的进来 ，OK， 他们也想要改变这个制度，可是他们人口也没有办法养一个医学院，所以当时是把他们送到台湾去念，对，然后回来之后，他们就立刻出现一个问题，是他们执照要怎么办 ？OK， 所以我们北医就协助他们，我们协助他们国家建立了他们的医师执照考试制度。这个是过去这几年我们觉得对他们整个国家医疗体系打的根基了，对，很好。接下来我们就希望这个医院是他们。等于是他们的国家医院最高等级。斯瓦蒂尼跟我们健保很像，看病只要20块。哦，真的，福利也是不错。所以我们一开始是来做医疗援助，那后来我们做的是希望能够让他们的人自己变成医生，对，然后变成比较中流砥柱之后，才会有一个系统起来。不然他一直从外面找医生来，这些人来一段时间就离开，他永远不会有一个完整的。对。那台湾走过这条路啊，从早期日剧到现在走掉，所以我们很清楚，所以希望能够帮他们做出这样的制度。我们在这边几个医生都还蛮伟大的，真的伟大，真的。一来就30个小时，对，1年回去1趟2趟，很不容易耶。我们国家的海外医疗团，斯瓦蒂尼团是最大团，其他都是几个一两个人去那边驻地指导。高学长，真的，我昨天这个犯了一个错误。已经挂了是不是？对，我要跟您说对不起，因为我昨天晚上实在是因为这个时差的关系，然后他们，因为你知道，他们昨天新闻发得很晚，他们到很晚还在发，对啊，然后他们配合台湾的时间。对，然后我是大概10点半左右，一沾到床就睡，我就去了，我就升天了。今天要陪大家到最后，好吗？可以吗？是这样子吗？跟他们等下最后一趴了。好，那这样子最主要就是说，我过去想问他们需要什么帮忙，好不好？大概就这样，我去就好。好，好吧，你在旁边监督我。在忙碌当中，这我们新闻中心里面配备这么多，有没有各式各样的饮料？如果说大家渴的话，可以在这边用饮料。外交部很贴心，帮我们准备的，还有泡面。你看吃不完，吃不完的泡面有没有？当地的我们的侨民朋友，以前那个出访的时候，就是泡面他们都会买当地的，对，可是我们都吃不习惯，吃不习惯，所以最后干脆就还是自己带。对，然后我们带来以后呢，发觉当地人吃完我们以后，他们吃当地的不习惯，现在他们要吃我们的，现在知道意思吗？泡面之国，还有乖乖，绿色都被拿。乖乖最主要就是希望我们的机器都很乖，然后都能够准时的把新闻发出去，这样子。请问你想喝点什么吗？哦，有水了这，谢谢。不好意思，有什么需要服务的吗？没有，都还可以这，好，谢谢。可乐2瓶 ，good。因为这个呢是有点冰的，如果说有点肠胃不舒服，我那边有附子理中汤，大家喝下，把它解一下就好了，好不好？谢谢。泡面已经拿好了嘛，要不先帮你泡，还可以，有没有？等下如果饿的话跟我说一下，不好意思，跟大家报告一下，现在时间是几点？现在是晚上10点。晚上10点，还有素材正在进行中。对，他们现在还有拍带还没拍。我问你是不是9点半开始吃的？就是国宴吃的比较久。是不是9点半开始？今天回
到可能10、11、2，现在10点，还有2个行程还没结，就是国宴现在还在吃，对，然后等一下他们会有国庆的烟火，但是不确定几点会放，就是他们吃完就会放，所以吃完以后如果说看天亮了就不放，应该是不会，应该是不会，所以现在大部分的媒体都在等那个烟火的拍带这样。好，起了个大早，我们好像没事，不是，我觉得总统的行程它是没有分日夜，但是呢，我们又要比总统大概提前2个小时，差不多。所以今天总统的行程其实是早上8点，他到高雄是10点，我们5点就集合了。其实我1点就醒，可是我觉得长期处在这种紧张的状态、焦虑、不知所措的这个情况之下，这样的工作是可以的。但其实我今天是兴奋多于紧张，大于焦虑，因为我觉得今天这个行程算我个人觉得在做这个工作很感动的时刻。是因为今天是国建国造潜舰呢，要在国人的面前问世。对啊，大家会第一次看到整艘潜舰。我在写那个总统稿子的时候，是写到觉得自己很感动。今天我们是来处理媒体的嘛，对。然后刚刚有听到一些军事线的媒体，他们就有在分享说，他说跑军事线的人都知道，这可以做出这艘潜舰是非常不容易的，真的不事情。因为我们第一次做，所以有很多技术是需要克服。对，所以等于我们是推动这个产业之后，然后让我们造船业的整个产业链变得更完整。然后我觉得还有一个点是，因为潜舰是圆的嘛，然后有一些东西你没有对好，然后那个穿过去它就没办法穿嘛，所以它一定要对得很精准。然后所以我们就训练出一批那种很精准的焊接工，然后他们可能都是高职的学生，然后他们考一个专门的这个技术证照，对，然后来做。有这个我有经验，因为我曾经在台船，对，我们今天就是要去台船。我曾经在台船服务过1天，所以我大概知道说造船业的辛苦。但是国建国造能够呈现在我们全国的面前呢，其实真的就诚如你讲，真的很感动。对啊，今天的媒体阵仗，我觉得我们已经很久没看到这么多媒体，还有外媒全部都来。今天有没有包含大陆的媒体？今天应该没有吧？没有吗？没有。然后我们今天是第一次搭 C130，现在是运输机，所以跟我们平常搭的不一样。所以我们今天的行程就是我们会给媒体做一个行前的说明，哪里可以拍啊，哪里不可以拍。总统进场之后会放一个影片，然后会有一些来宾的致辞。那最重要的是，总统今天会有一个下水直屏的仪式，所以那他就会拿一个斧头这样砍，然后砍完之后那个屏就掉下去，对，然后就正式的完成这个下水仪式。然后今天还有一个仪式是命名典礼。给予专案的工作人员掌声与鼓励，谢谢部员。稍后我们就会将这艘潜舰命名为海quân军舰。各位伙伴的努力，不仅为台湾的国防自主立下了新的里程碑，更为海军、为国
军争气，为台湾争光。历史也会记得每一位为此付出的伙伴。未来海quân舰将承载着台湾坚韧勇敢的精神，深潜在海面下，静静地守护我们的家园，守护着我们的自由和民主，成为台湾破浪前行的力量。谢谢，谢谢大家。很好奇，想请教你。然后我今天看到这个国舰，我们自己造出潜舰来，我觉得其实很感动，也很激动。谢谢，是真的很了不起。像您当时接到这样的一个任务的时候，我们知道这个服从是军人的天职，你有没有想过这个困难度太高了？你怎么克服它这个困难度？因为我们国军有一个履责性，我们都要做任务分析。我收到的任务是。对，要做一条潜舰。对，这是上级指挥的意图，上级的意图。是。那我就要思考，我要用什么方法？是。那我做出这条潜舰的时候，可以帮国家。我也很好奇，就是像总长，您遇到这些困境的时候，您就从来没有想说，哎呀，这个东西，你知道，有些人会搞拖延，你懂我意思吗？拖到我离开就算了，你从来没有想，就是一步一脚印的，一直往前进。是。我这个人的个性就是，当长官你要决定做这件事，我做到底。总统曾经也问我有没有什么特别问题，我的回答跟人家不会一样，人家的回答都说，包总统问题不大，可以解决。我就说，包总统，我不会把问题丢给你。这个问题应该是在我这边就要结束了，就要解决了，而不是再把问题丢给你，看你怎么指示。所以我以前讲了一个名言，他们一直打。他说：“你看，合法非正式，对不对？钱的预算现在都非常的清楚，清清白白。所以到现在，如果你真的问我说，靠493亿这条船要国外来设计，告诉你做不到。澳洲找法国人设计，一条要1000亿，我们493还扣掉这些厂房，扣掉这机具，扣掉这些机械，一样装备，3家厂商，我们再把它整合起来，7年了，对不对？7年多了，意志力啊！”因为我自己有一个策略，我叫做战略容忍，随便外面怎么说，随便外面怎么骂，我们这一群人是干干净净，无所谓。对，我根本无所谓。谢谢，谢谢总长。今天本来不愿意接受访问，一听到小台，感恩。我电视剧都看了，电视都看了那么多，你从小都看我的戏。我比你老，我从大看你长大。对，您是我学长，谢谢总长，辛苦您了，真辛苦。好，谢谢台哥。台哥，年轻啊！了不起，太棒了。现在我们是在圆山饭店。对，因为我们今天要帮那个东京农业第2高中他们送宵夜，很难得的事情。对、因为你像去年是局高校来，对啊，今年呢是东京农业大学第2高校，对他们跟局高校是并列金赏，非常厉害。然后今天我们就特别准备了台湾最厉害在地传统美食，40年历久弥新的台湾盐酥鸡。台湾盐酥鸡的老板很感人，他还说他很高兴可以用台湾美食做外交。那我们要问一下老板，你好，您好。哎呦，我跟你讲，你想不到吧？盐酥鸡的老板都是美女。我想请问您一下，这个盐酥鸡我们是一块一块的，对，不是鸡排，不是。哦，台湾风唐扬。那等一下呢，他们会尝尝看，这个跟他们在高雄吃的那个有什么不一样？你
很有自信，对不对？很有自信，一定好吃。这一次一定要做好我们的国民外交，让我们这些日本来的小朋友呢，感受到我们台湾的热情，因为他是来参加我们的国庆，非常的谢谢。啊，你们准备了几份呢？今天总共有160份。160份。对。那他们来多少人？148。148，所以有12份幕僚可以吃。可以，吃不够马上再送来。对，我们特制了这个，就是餐盒，然后上面有写日文这个。台湾へようこそ、召し上がってください，好不好？希望你们好好的享用。哦，那这刚刚都没蕊过哈，都没有看得懂，当然了，这很基本的，好不好？然后有7样菜单。哦，还有甜不辣，有没有鸡皮？鸡皮有鸡皮，有鸡皮，高级。我跟你讲，你今天有这个鸡皮，我跟你讲，这家店高级，让他们吃到鸡皮，啊，他们一定会这样。他们我跟你讲，我们就是要让这些我们日本来的小朋友呢，让他们觉得宾至如归，说不定他们也会来台湾读书也不一定。我觉得我们总统府真的好贴心哦。我们等一下上去就装箱，那我们先装12个。给我们带回去，没有吗？没关系，要多少台哥我们都马上送来，马上送来，好不好？我们赶快用我们的盐酥鸡做好我们的国民外交。我们一定要准备的非常的周到，所以爱玉冰就来了，好不好？来，我们欢迎看一下这一车的爱玉，看他们吃的表情，他们应该是会很高兴。哎，我觉得看到这些食物，比方看到盐酥鸡啊，看到爱玉，就有一种的冰。就看到青春，才可以这2个一起推下去。等一下看小朋友呢，喝一下你们的爱玉，看觉得喜不喜欢？都是新鲜刚做，绝对是新鲜刚做的，柠檬刚刚才砍下来的。哎，我觉得总统府真的很贴心。所以其实你看他们到哪里啊？比方说他到了高雄，那高雄市政府就比热情。对啊。然后他们现在回来了，你知道吗？我们也不能输，我们压力很大，很大。现在一个比一个还丰盛。对。然后我们要一直想新的，因为之前是真奶，然后现在要变爱玉。芋头他们不知道喜欢吃。可能有些人不敢喜欢，有些人可能不太敢。下次就换你想。虱目鱼好像不太行，让他们尝遍台湾美食。今天所有的这个日本东京农业大学第2高等学校，他们的吹奏部的同学呢，现在回来了，在这边，他们看起来很累。お疲れ様でした。皆さん。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校長先生。はい。あ、ご先生。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今日の夜食でございます。じゃあ蔡总統ご用意して、みんな一緒に召し上がってください。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ね。今回本当に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ね。台湾のナショナルデーに参加して。こちらこそ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ね。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本当に大変有効でございます。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私総統府のスタッフでございます。大統領のスタッフ。総統府。ちょっとすいません。塩豆腐と総統府は全然違います。塩豆腐。面白いな。発音は面白いなこれ。大統領府。そうですね。総統府のね。総統府ですね。はい。ご苦労様です。じゃあご苦労様でしたね。本当に。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本当に楽しみに。じゃあ校長さんは台湾に初めてですか。いやね、4回目です。4回目ですか。大学の関係者と会って。あ、そうか。台湾のね。そういう仕事で
何回か来てます。ああ、そうですね。よく来てなよ。お願いします。ぜひ台湾と日本の交流がいいなよ。すごい。そうです。そうですね。これ結構来てますか、生徒が。卒業した生徒が台湾の大学に。あ、そうか。進学して。ああ、なるほど。50人ぐらい。ああ、はあ。そうそうそう。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ね。ありがとう。さあ、じゃあ日本も大好きだよ。日本台湾の近いですね。そうですね。そうですね。近いですね。这是你今天的奖励。そうですね。我今天奖励很不错哦，你自己看一下。我得到爱玉冰，然后这个听说呢是目前在日本最红的，叫做台湾日本一緒に。呀！你觉得我这样子吃完以后，5天以后消化得出来吗？すごい。对，还有总统写的卡片，欢迎你们到台湾来。我们特别准备了台湾的这个食物，很有特色的小吃。希望大家能够好好的享用。但是我刚刚看到每个同学都这样，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台湾人热情真的受不了，但受不了得死。过2年可能要跟他们见面，总统要这个接见他们，谢谢他们来为我们的国庆呢增添这个很多的风采，好不好？谢谢他们。东京农业大学呢，第2高校翡翠骑士吹奏乐部，等一下呢，总统要接见他。因为他这次来，其实这个行程也蛮赶，第1天来就直接去高雄，然后就马上又赶回台北，然后又跟我们的高中生交流。对，然后昨天又在那个国庆大会上面接见，然后他明天就回去了吗？等一下就会回去了。就回去了。他们也没有玩到。有啦，他们去高雄的时候有搭船，但 UCLA 他们会待比较久。因为 UCLA 他们接下来要去嘉义，你看到吗？同学们都蛮开心的。对啊，好像去年的局高校来也是这样，没有，因为对高中生来说，他们可以见到近距离的见到台湾的总统，他们真的很开心。是啊，而且又来参观这个总统府。对他们等一下会参观总统府。会有导览人员带他们，会有导览的人带他们，太厉害了。其实我昨天是礼宾人员，我今天又恢复身份，我是服务员。你也很忙。对。很多人说到底你是来干嘛？我说哦，我依照工作性质的不同而有所增删呐。在排那个。所以排队，然后等下总统会来先跟他们照相。然后总统会送他们礼物，但他们也会送总统礼物。他们。召し上がってください。やったー。
我觉得其实更多的，比方说台日的交流，更多的台美之间的交流，对，其实呢就能够让国际更看到台湾。对啊，真的是这样子，对不对？那为什么要让大家都越来越认识台湾呢？那他们才会知道说台湾是一个真正的好地方。对，因为我们今年有台湾有美国的交流的团体啊，是啊，也有外宾来，对啊，他们来148个学生，他们每个人在限时动态，对，都会台湾，对，然后回去跟同学讲说，哎，台湾真的好好玩哦，因为日本跟台湾这么的近，有没有？然后大家都互相的非常喜欢。对啊，其实我们就是透过这种一次一次的互动，跟他们建立关系。是，这样太好了，好不好？对，よかった。这样呢？我们要继续做幕僚了。对，继续工作。Check it out。对。一个安静的暗暝，我知影你有心事，困袂去，想着你的过去，受尽连累，艰苦真多年。一个安静的暗暝，我知影你有心事，困袂去，烦恼你的。要对对去，幸福伫倒位？啊，有暗暝总会过去，日头出来又晚，可是好天气，有一个你的名字。啊，天公伯总。可是好天气，愿你顺遂，台湾。